据乌克兰媒体报道，马达西奇收到一份来自中国的大单，将向中航国际供应400台 AI322 型涡扇发动机，合同价值8亿美元。在航空业经历寒冬之际，这笔订单可以说是给马达西奇续命了。马达西奇本来主要依靠俄罗斯和中国的订单，但是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停止进口发动机，在濒临破产的时候，也是中国的订单为其输血。早前中国也提出收购马达西奇的意向，但是美国多次干预，乌克兰政府听从美国的指令阻碍，收购案一直拖着。即使中企已经持有1半股份，但是却被乌克兰政府冻结了。所以中企被迫申请国际仲裁，要求赔偿。为何中国又不计前嫌给马达西奇送上大单呢？一方面，这是基于中国的需求，这次供应的是 AI322 型涡扇发动机，作为采用数字式全权限控制系统的发动机，单价大概在200万美元，算是很便宜了。而这种发动机主要装备在中航红都的 L15或教10猎鹰双发高级教练机上。其实国产的明山发动机本计划用来替代 AI322 型发动机，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而且比明山项目重要的航发项目太多了，比如太行系列，而教10已经建立生产线。未来几年，这种战机产量将会大爆发，绝不能因为国产发动机不成熟影响大局，因为海军和空军都等不起。另一方面，俄罗斯也有同类型的发动机可以买，但还是选择了马达西奇，因为没有来自中国的订单，马达西奇基本就完了。中国或对马达西奇还是有期许的，还打算不计前嫌救一把。马达西奇可以说是乌克兰仅存的军工骄傲了。与此同时，乌克兰媒体注意到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支援军事装备和武器，前不久从美国接收了20辆悍马装甲车和船只，此前还从美国获得了雷达、反坦克导弹系统、退役的岛级战舰等，让乌克兰军队向北约标准过渡。但是却引起一些乌克兰人的不满，美国的援助为何乌克兰经常却为此支付费用？他们支援武器只是想让我们冲锋，而并不是所谓的保护。还有人指出，中国人的方式更让我舒服一些，中国比美国更适合做朋友。毕竟美国离乌克兰10万8千里，一味跟着美国兴风作浪，只会是弊大于利。近日，上海天数智新半导体有限公司宣布，该公司7纳米通用并行云端计算芯片 BI 成功点亮。该芯片是国内首款全自研、真正基于 GPU 构架下的7纳米制程 GPU 训练芯片。BI 芯片从2018年开始研发，到12月成功点亮，并且过去1个月都在进行测试，符合标准性能稳定。这一芯片突破有何意义？事实上，整个 IT 系统从操作系统、服务器、CPU 等，我国都有一些实用化的可替代产品。但唯独 GPU 领域还是一片空白。GPU 是通用图形处理器的缩写，目前广泛应用于高性能计算、安防与政府项目、行业 AI 运用、互联网和云数据中心等领域。主要应用场景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和推理和高性能计算。目前人工智能正在如火如荼的发展中，但是首先要做的就是人工智能训练，可以训练机器做很多以前由人工完成的事儿，比如安防领域视频分析、金融交易算法、辅助医疗等。而高性能计算更是国之重器，整个计算机学科王冠上的明珠，在勘探、核能、发动机、航空航天等领域大有作为，而该领域却长期被国外垄断。英伟达和 AMD 几乎垄断云端训练芯片市场，价格昂贵，产品还单一，不仅挤占国内市场，更重要的是关乎国民经济安全。而 BI 芯片不仅是填补空白，它还代表着当前世界第一梯队技术水平。作为我国首款自研的 GPU 芯片，预计今年商业化投向市场。天数智新 BI 芯片凭借灵活编程能力、更强的性能和极高的性价比，估计又将震动国际垄断市场价格。
而在目前人工智能方面，中美已经拉开了激烈竞争，这将帮助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再下一城。而中国芯片开始迅猛发展，追溯到深层原因，因为这2年一些重要的中企和机构陆续被美国列入禁售实体名单中，为了国家供应链安全，别无选择，只能用国产代替。天数之星就是在这背景下诞生的，半导体行业实现国产替代非常必要和紧迫。在前几个月被彭博社记者问到美国考虑向中国禁售高科技产品的问题时，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曾给出警告，禁售芯片是在强迫中国人自己造芯片。那首先，美国将会失去一大批高薪工作，其次促使中国加速芯片自给自足。只是这样的警示被美国当成耳旁风无视，而且已经晚了。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曾表示，我们要把美国卡脖子的清单变成我们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现在看来，反倒是美国清单给我们指明了发展方向。美国越是加大力度进芯片，我们就越是要在芯片上搞出名堂。这场蔓延全球的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创，大部分主要经济体经济下滑基本已成定局。但是相对于西方经济集体下滑，中国这边风景独好。但是在唱衰中国这方面，西方总能另辟蹊径。18日，国际统计局数据初步核算，全面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人民币大关，而且在主要经济体呈下滑趋势时，中国逆势增长2.3%，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用一句话形容这一经济表现，那就是在极不平凡的一年取得了极不平凡的成就，交出一份世界瞩目的最好答卷。过去1年，中国经济呈微型反弹，在疫情之初，中国封城、旅游限制，放弃经济增长，尽全力进行防控。当初西方媒体和主要经济组织对中国经济普遍都不看好，但结果所有经济数据都比预期要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奇迹。然而西方媒体总能绞尽脑汁挑刺，有的时候真的是佩服。法新社刊文标题就是中国2020经济增长2.3%，40年来最低。而法国24电视台直接，中国正经历40年来最慢经济增长后反弹进入2021。印度斯坦时报也照葫芦画瓢，中国2020经济增长2.3%，40年来增速最低。德国之声的标题则带有主观情感。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创下40年来最慢增速。当然，这事也落不下老节奏大师 BBC 别出心裁做了一张全球主要经济体 GDP 增长统计图，横坐标以上却是负增长，以下的反而是正增长，而且颜色也很讲究，不仔细看还以为只有中国负增长，绝对是拿手好活。其实西方媒体这些套路早就被广大中国网友率先预测了一波，果不其然，某些西方媒体还是这个德行。当天，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的官方推特账号讽刺道，中国宣布2020 GDP 增速2.3%，西方媒体中国经历40年来最慢经济增速后进入2021，马上就要崩溃，而且还配上一个可爱的表情包，一只熊猫捂住另一只熊猫的嘴，并配文别争辩，直接说他们 No.1。而且大部分中国人心态也变了，不用澄清，他们开心就好，这正代表着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自信表现。有时候面对西方，不用妄自菲薄，也不要过度膨胀，别浪费时间争辩，保持理性埋头干就行了。